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。今天我們來玩 FM 新出的這款救護車。紙品說明書，信用卡材質的人物卡，配件的內容還是非常豐富的。作為鐵皮的冲突，上面的配置單大部分和鐵皮差不多，但是救護車會帶3個不同型號的扳手，另外也有這個漫畫風的替換頭雕。歪嘴的這個笑容看起來還是挺不錯的，很對味兒。車子的形態拿起來其實還是很有分量的，身上合金零件很多，橡胶輪胎、电鍍的輪毂。推車滾動比較絲滑，底盤這裡看起來也是整整齊齊，跟鐵皮的模具基本上差不多，唯一就是增加了一個燈的這一塊變形的機構。警燈的位置是2個紅色的透明零件，邊緣是電鍍的效果，看起来還是非常不錯的。車窗的位置也都是透明材質，但因為後邊的這一塊在透明零件上面上的白漆，所以和白色的塑料会有一些色差。虽然在车型狀態下，因為分的件兒比較多啊，所以身上有很多的這種密合線，倒是因為模具的精度很高，這家的工藝一直以來是第三方的第一梯队啊，所以这些縫隙也是对的特別齊。側面這裡有倒車鏡的刻畫。前方燈是電鍍出來的，下方這裡是銀漆的保險槓。因為是鐵皮重塗的模具，我們這回來做一個逆變。哎，鐵皮那時候好像也做逆變了，無所謂。先從前方保險槓拆起，這2塊左右是有一個互相搭扣的，所以先拆這一邊，摳起來下方的插扣。這裡因為有漆面啊，插的會很緊，稍微翹出來斜45度。另外的一邊搭扣的位置再拆。把这里拉松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抠着下方的这个边缘顶起来前轮，接着稍微的往下拉一下，这里个边缘有一个挡的边儿，哎，根部是球形关节，我们转一下，稍微的让出来，这个时候车门就更方便的打开了。里边虽然可以開車門，但是駕駛室填得滿滿當當，沒有辦法做小人了。打開前車門，繼續摳着中間的這個縫隙，就更好的操作。我們把中段這一塊的窗戶也給它摳開，順着根部的有一個滑槽往下拉一點點，拉下來有了更大的翻折空間，我們就可以把它打橫，這2塊翻折雙段關節對過來。最後的一節車窗，因為側面這裡搭着的鎖扣，還有後方這裡卡進去以後，其實挺不好摳開的。我們換一個方法，哎。車頂這裡邊的這個鈎子可以先把它拉鬆，哎，把這兒抬起來，然後前方的這個掛鈎卸鬆掉。這個時候頭部連的前邊的桿子，我們就可以全部的拆鬆。這個時候摳着下方的這一塊，哎，把帶有十字的這個掰起來，邊緣的角給它縮進去，再把後輪的這一塊解放開，雙段關節往起翻的過程中，把輪子往內折疊，疊上去。這樣變出來之後，這就有一個空間，我們可以把手指頭掏進去，然後拽着這塊門板，稍微的晃一晃。緊的原因主要是這一塊的扣子啊，我感覺救護車會比鐵皮的這一塊緊很多啊，可能也是漆面的原因。鬆動了之後，我們就可以摳着這個邊緣，稍微往長拉一下，哎，明顯把這一塊縫隙拉開之後，左右這裡都撬開更大的縫隙。手指2個指頭夾着墊在這裡邊，把這2個尖兒給它窩進去，你就好操作了。往後摳，哎，這個樣子就把後邊的這2個扣子脫開了。我們拉遠看一下，把這2個邊緣的角給它折進去，然後2個手指掐在這兒，這個手指頂在下方的保險槓，往後使一個這樣的力去推它，就脫開了。這一塊其實是最不好摳的。好。現在我們就上下整個的解放開。通過剛才步驟操作之後，應該是一個最安全的打開方式啊。我們把這一塊雙關節挪過來，注意根部這裡有一個橫着轉的小棍子，把這塊根部的棍子轉橫，然後根部這兒有一個滑槽，把它推過去。後方這一塊剛才特別難摳開的地方，哎，我們折疊往內收，疊起來。框成這個樣子，放一邊去備用。前方這裡警燈的根部還有一個縫隙的滑槽，我們左右拉，把它拉鬆，這塊也會很緊啊。拉開這一塊的縫隙之後，2個警燈的位置中間有連接的扣子，頂一下中間的縫隙，把它掰橫一個90度下來。接着根部這裡有3短的轉軸，我們先往後折疊，
把它折疊到後方來，然後推一下，根部這裡是有一點點的滑槽，再用這兩塊關節疊起來，往裡壓合。翻到裡邊來看，疊到什麼程度呢？跟這個邊緣的縫隙剛剛好卡住就行。好，這樣就緊貼了。然後再把側面的這兩個頸燈拐彎一下，往下放，後邊的兩個蓋子包過來，插上，形成背包。順着脖子後方這裡的滑槽，整個滑道滑下去，插到最底下。後方的這一節再通過雙關節包過來，這塊的背包我們就夾合好了。紅色部位的腰身我們翻折下來，两条手臂從裡邊完全的拉到最外侧，這裡邊是 Z 字折疊的多段軸，把它拉開。接着腰部往回伸縮這個滑道，往下翹一翹，把這個彎腰關節掰下去，滑到最底下，再把彎腰關節抬回来，用這個扣子鎖定住腰部。前方這裡的關節 Z 字往後拉，腾出來更多的空間。車門側面這一塊的鎖扣掰開，折上去，再把窗戶放下来。前方中間的位置把這一塊打出来，左右翻平，然後順着邊缘車窗的三角區拨開扣子，邊拨邊往裡旋轉。注意根部這一塊是帶雙段活動關節和旋轉軸的。我們把上邊的這個角讓過來之後，邊擰邊轉，換一個方向，再把這個方的邊折到外側去。可以看到根部這裡是一個雙段關節錯置位的，我們再把它缩進去，邊緣扣上。另外一邊從前方看，拨開上下两個扣點，然後邊滑槽，然後我們盡量還是邊捏着這一塊的轉軸往裡倒騰一下，把這個角讓過去，接着拉起來，邊轉邊往出翻。這一塊的雙關節我們現在就拖鬆了，然後根據側面這裡把胸口拼成方的，後邊的两個角往裡夾一夾。現在我們就可以把身體的 Z 字折疊裝過來，前方胸板往回推，脖領子根部這裡的鎖扣掛上，側面的两塊車門夾合回來，隆起来胸部的造型。側面這裡順着根部整個往上提，拼合好側面這一塊的凹凸曲線。上方這裡有一個掛鈎，順着中間的凹槽給它掛進去，咬住，肩膀摆正，放下来，手腕90度折出來，后邊的板子双段關節扣眼插住，順着肩膀下方滑槽拉出來，旋轉90度。腿部變形要先翹起两塊後裙甲，因為在這一塊根部是有锁扣點的，把它撬鬆。這個時候再把雙腿左右分開。腿部變形之前我們在解放這塊板子的時候已經变形了一部分，現在只需要簡單的處理一下，把這兒保險槓對折，然後旋轉一下，順着這塊面板把它貼住。下方這裡整個打開這一塊90度的關節，然後把這裡掰開，後方這裡有一個小片片，90度給它立起来。接着順着這一塊翻起來一個90度，順這個角度看，後保險槓分為2層，這一層旋轉90度，然後再把這個邊緣夾着收進去，後邊的這一段旋轉打開，這裡邊有一個小擋片，把它翻個180度疊到這面來，再往過擰，白色的面露在裡邊，這塊處理好。接着順着這一塊的腳踝關節，通過這裡的轉軸，注意一下倒角的位置，两段完全到旋轉這邊。輪子剛才我們在變形過程中已經處理差不多了，現在把它疊放到中間去，前邊的腳尖90度放下来，把這個蓋子拼合，側面這裡的扣子鎖上，旁邊這裡邊的扣子翻個180度折到這兒来。通過前方這一塊的雙關節打開扣子 ，Z 字折下来。後方的這一片也就是2個滑道的問題，這一塊滑下來，往裡翻折，在根部這個轉軸這兒又有一個滑槽，把
它對上，拼齊，雙關節再把這一塊翻折180度下來，折過來之後，根部這兒又一個滑槽，我们把它頂上去，對齊。整個前腿這一塊是核心的零件，在內側這裡有一個掛鈎，我們給它翻出來，前後夾合，鎖上，再把這一塊的鈎子卡住。兩條腿都变形完成，不要忘胯骨这里还有一个左右的往开扩的滑槽，两边都打开，胯就好看了。那么好 ，FM 这款救护车的人形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可以看到还原度方面，包括一些元素的刻画都是非常不错的，但是又不同于老动画片里边的样子，是做过一些美型优化修正的。跟铁皮一样，同样背包可以拆下来变成那个地台，咱们就一笔带过了。360度旋转一下，包裹的完整性都非常好，身上有很多的合金零件，但换来的是两个形态兼顾的情况下，变形自然是很复杂。救护车鐵皮的這個模具啊，算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存在。一般來說都是人道車密合比較困難，畢竟要有很多的定位扣子去鎖定。但是這一款的設計反而是你變到位了的話，那些扣子就等在那裡，一個滑槽推上去就可以鎖住了。倒反天罡的是，當你從車拆成人形的時候，也因為是全件上漆，所以在一些扣子上邊會特別的緊。尤其拆車尾部的那兩個扣子的時候啊，一般來說沒有工具是很難撬開的。所以如果像我這種想徒手變形的話，建議按照我的那個順序。這就話說回來，全件上漆的優勢和缺點。優勢就是它擺在那裡會非常的漂亮。它盒子裡邊裝的是人形嘛，你就想人形戰屍的話，直接拿出來放在那裡，哇，這個就已經做得非常還原動畫了。但是只要你變形的話，在一些卡扣的位置、邊緣的地方，多多少少會有一些磨損。所以我做的視頻也比較墨跡啊，還是盡量的想讓玩家們最大限度的避免這些不必要的損壞，還有就是自己一些變形手法的經驗之談了。這麼貼心的 UP 主不值得一個免費的讚嗎？那麼大家覺得這一次 FM 的救護車做的如何呢？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。這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。